大家好，我是张大刚，今天我就继续来给大家分享寄生兽。上回我们讲到，新一去寄生兽们的进食基地里大战了一场，这可让寄生兽们怒不可遏啊！好一个不知死活的小子，竟敢砸我们的饭碗，还伤我们的兄弟，看我们不送你上西天！于是他们就派三木去玩你死我活的游戏。新一本来是想机动应战的，但是万万没想到，在这种关键的时刻，米奇进入了睡眠状态。没有了米奇的新一，只好给寄生兽玩起了你追我逃的游戏。就在跑的过程中，新一搭上了一个大爷的顺风车，但是上了车之后，新一就开始慌了。这个大爷和他的狗，不会就是另外2个要来杀我的寄生兽吧？看来顺风车真的不能随便搭。这么一想，新一就赶紧在半路上下车了。其实那个大爷真的就是一个普通大爷，你大爷还是你大爷，不需要怀疑。新一一下车就撞上了三木，对方直接一个一头6臂，简称6臂。哦，这可真是让人惊喜万分啊！直接把新一整不会了。还好这个时候我们可爱的米奇已经睡醒了。这个三木或多或少还是有一些精分的，他一边试探着新一，一边傻笑，表情十分丰富，跟之前那些 AI 冷漠脸的寄生兽完全不同。由于这个三木有6只手，所以操作起来简直炫酷无比啊！新一和米奇节节败退，只能走为上策。然后又是他追他逃的情节，新一这回可是真发现了三木跑起来是果真很慢啊！难道是因为手太多了，增加了负担？不过跑了一整天，新一也没什么体力了，于是他俩趁三木没追上来，赶紧坐下来商量对策。米奇觉得对方应该是一个人体上寄生了3只寄生兽，但是要如何确认对方具体的寄生位置是一个难题。不过凭借新一和米奇的优秀智商，他们觉得重点就是攻击对方的腿部，因为对方的腿部可能没有被寄生。正想着，三木就搭顺风车追上来了。好家伙，我宣布本集的主角是顺风车。三木帅气的跳下顺风车，然后他的脚不听使唤，头还直接歪了。这可是目前为止动作表情最丰富的寄生兽了。按照计划，米奇躲过攻击，冲过去狠狠地攻击了三木的腿。竟然没用，这可直接把新一整懵了。但是米奇平时可是一个热爱学习的好孩子，这种时候他依旧十分沉着冷静，并且开始分析对方的具体情况。三木看着慌乱无比的新一，哦呦呦，原来你就这么个水平，我还以为你能有多厉害呢。他不断向新一靠近，他来了，他来了。这时候我们新一喊出了一句让人大跌眼镜的话，不管来多少次，我都逃给你看。果然是用最强硬的语气说着最怂的话。然后又是他追他逃，这样一直跑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啊。于是米奇给新一建议，你个憨皮，赶紧跑进前面那个林子吧，爷已经有妙计了。原来机智的米奇已经看透了，对方虽然是多合一，但是彼此之间并不团结，所以根本上还是相当于一个人。看来团结还是很重要的啊。新一按照米奇的建议，把三木引进了一个树林，等到了比较合适的位置的时候，米奇就让新一停下。好了，我们就在这儿好好攻击那个憨皮的头部，一直就知道追，一看就是脑子不行的。接着就是一系列被说的比较高级的打戏操作，我看其实也就是利用树林掩护优势，在对方应接不暇时趁机还击，猝不及防，三木就这么被爆头了，不应该说叫被割了。按照以往的情况，这时候对方应该就被 KO 了，但是这次非常不同，对方的头被割下来之后，原先寄生在右手的寄生兽迅速转移到了头部，而被割掉的头又变回了右手。这操作我直接一个好家伙，这么一来江山易主，这具身体的操纵者也就不是三木，而是后藤了。我的天哪，新一直接看呆了，这还玩什么？自己根本就不可能是他的对手啊！米奇也意识到自己之前的判断是有失误的，对方寄生的生物是不仅仅只有3只的，但是现在这么一转换，对方的身体和意识可就统一起来了，不会再像之前一样迟钝缓慢还憨皮的傻笑了，真是细思极恐，细思极恐啊！后藤的攻击简直就是3个字，快准狠。攻击之前他先炫了一下技，大概就是飞速的在林间窜来窜去，就像几倍速的猴子跳，给他牛的。新一也是一个好一个捧哏，哇哦，太厉害了吧，跟刚才根本不是一个水平啊。三木听了表示很干，面对这是几倍速的猴子，树林里显然不再给新一和米奇优势，于是新一又只能开拍他追他逃。这一集新一就没怎么停止过奔跑啊，马拉松新进新星新一，但是总是这么跑下去真的不是办法。于是这个时候咱们这一集的主角顺风车又出场了。新一这时候可再也顾不上怀疑担心开车的是寄生兽了，直接疯狂招手拦车，老司机带带我跑不动了。这回这个司机可不再理睬新一了，爷的顺风车也是你一个区小孩想搭就能搭上的。但是米奇可不管他停不停，直接就是一个伸展运动，把新一带上了车。这下终于可以休息一会儿了吧，我可都跑了一整集了。但是新一真是想多了，对方几大步就轻松追上了时速60的车，简直是非人哉啊！不对，他本来就不是人啊！开车的大哥
哥本来是轻松愉悦的，可是当他听到动静，往后视镜一看，妈妈有怪物！这么一来，他当然就吓得开不动车了。关键时刻还是得靠米奇。米奇是一边帮助新一防御，一边开车。在米奇的优秀操作下，后藤被车撞到了。那个司机知道撞伤的是怪物，那当然是赶紧就逃了。新一也因此逃过了一劫，终于可以歇会儿了。这时，经过的2个火车司机以为是有人被撞了，然后肇事者还不负责任的逃走了。怎么会有这般恶毒可怕、不负责任之人？于是他俩就上前询问后藤有没有事儿。一般人要是这么被撞了，肯定是有事儿的。但是后藤不同啊，他可是一个变形金刚啊！他赶紧爬起来吃掉了那2个司机，补充血量，满血复活。好家伙，这题是不是叫做服不服？刚刚参加完长跑运动的新一直接瘫在了街角。米奇看他狼狈不堪，建议他去买身新衣服，再好好吃顿饭。但是新一没钱，这个问题可真是要命啊！这时候米奇直接掏出了一沓钞票，给爷赞助你，拿去花吧，颇有霸总的气势。但是这位米奇酱的钱是从那个顺风车大叔那儿偷来的，好一个爷偷钱养你啊！顺风车大哥也太惨了，被人强行打车，被人吓，还被偷。那我们再说说之前那个选择了退缩的侦探先生苍森，这回他满脸痛苦的到了警察局，并且要求要见平健Sir。在其他警察询问他是否是知道一些关于寄生生物的情报才来找平健Sir的时候，苍森突然控制不住自己，仰天长啸起来。原本已经决定退出这场有关寄生生物的纷争，从此安稳过小老百姓的生活，不再不知天高地厚的管太多的他，在一天回家的时候，竟然发现自己的女儿和妻子已经惨遭寄生生物的毒手，自己最在乎的人惨死，这让他直接崩溃了。新一和米奇在吃饭的时候看到了关于苍森的这个新闻报告，看来苍森的家人是受到牵连才死于非命的。一想到这儿，新一立马意识到自己父亲很有可能也会出危险，所以赶紧通知父亲跑路。中间就是有很长一段对话，有这时间还不如赶紧跑路，直接爹，你再不跑就要跟之前那些人一样挂了，不就让人秒懂了吗？苍森终于见到了平健Sir，二人说来说去，其实中心就是我们要一起想办法干死那些寄生生物。然后苍森也答应了，把自己知道的关于寄生生物的一切情报写下来，也不知道其中是否包括我们可爱的米奇和 Joe 啊。说到可爱的米奇，他已经是第16次出现在新一的梦里了，但是梦里的他更像是白骨精，并没有那么可爱，但是他也算是新一的梦中人，不对，应该说是梦中兽了。新一醒来的时候也是叫着米奇的名字，不过我们的主角新一现在已经沦落到流落街头睡长椅了。苍森写下所有的情报之后就离开了，现在仇恨已经让他变得不顾一切，他一定要亲手给他的妻子女儿报仇雪恨，复仇对象毫无疑问就是田村了。其实他的妻女确实是田村派人去杀掉的，但是田村其实只想派人杀掉苍森，因为他知道的实在是太多了，但是对方眼神不好，再加上也懒得动脑子，可能根本就没有什么脑子，所以就把人家的老婆孩子给杀了。而另一边，田村的同伴也开始觉得田村跟他们不同，很有可能会对他们带来一定的威胁，所以也决定找个机会干掉他。田村确实是不一样啊，人家虽然是一个寄生生物，但是每天都是一边带孩子一边思考我们从哪里来，伟大的哲学家是怎么诞生的。不过现在这个哲学家被两方的人盯上了，一方是自己人，一方是满腔恨意的苍森。一到家门口，田村就感觉有些不妥，意识到有3个同类对他散发出的恶意，他就掉头把他们往其他地方引开了。1对3，田村玲子为什么不跑呢？因为人家好奇。这个理由真是别致，他们明明是同类，为什么要下决定要干掉田村呢？这个理由更加牛批，因为直觉，我的直觉告诉我你在将来会成为我们一大威胁，所以我们现在必须把你解决掉。这个理由也太霸道了吧。听完这个理由，田村回答说，哦，这可真令人感动，这就是大佬之间的对话吗？因为1加1等于2，所以牛加羊等于白云，总之让人有点难以理解就对了。面对3个同类的围攻，田村却依旧十分淡定，一脸既然你们小垃圾要来送死，那么老娘就把你们送走的样子。姐就是女王，自信放光芒。然后就是一场追追打打的打戏，突然田村分裂出一半自己进入到对方体内开始攻击，而只拥有一半头的田村则开始一边跑一边傻笑，还把路人吓傻了。这到底是个什么操作？这就是哲学家清奇的让人无法理解的思路吗？但是不得不承认，这个操作确实很强。他们几个开始自相残杀，然后田村就成功灭了他们3个，高，实在是高。然而田村并不在意这个无谓的战争，他只思考我们从哪里来，又要到哪里去。哲学家果然是强，但是他却没有算到，在他出门和几个同类玩游戏的时候，苍森已经趁机偷走了他的孩子。面对这些，田村又会采取什么行动呢？苍森打算如何向田村复仇呢？欲知后事如何，请听下回分解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小伙伴们别忘了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哦。听说这样做的小伙伴是最可爱的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期再见啦。